从这个角度，真的是老城的建筑尽收眼底。就这一片完全就是现代化的未来感的城市，这应该很明显吧？也是法雅节的装置。这里应该就是巴塞罗那的中央车站了，还搞不太清楚往哪儿走。应该是安检的柜台。10点15分的那一班01101。查了一下，这个车呢是到更南部的阿利坎特，中间会途经瓦伦西亚，然后现在已经开始排队，准备要上车了。现在10点钟。已经上车了，间距还蛮宽的，其实。座位底下是有充电口的。果然晚了一会儿，现在10点21了，才刚刚发车。本来是10点15的车。每次被大家说的这个行李箱偷盗什么的，感觉挺吓人的，然后就订了一个第一排的座位，可以看到我的行李箱在旁边。前面有一个小桌板，这小桌板还挺大的，其实特别宽。他们这应该是弄了2层的玻璃，所以我觉得防光比较好，但是可能就观景就不是特别的适合。车上好像是有 WiFi 的，试着连接一下，网速还不错，还可以看视频呢 ，YouTube 也可以打得开。我还想说奇怪，为什么这一站下车的人这么多，全部都下车？结果呢，最后下车的一个女孩，挺好的，看我傻乎乎的跟我说，你要下车了，这个车有问题了，大家需要现在换一辆车。然后我才意识到，哦，原来有问题了。完全听不懂西语，所以没办法。车没到站，所有人都被赶下车了。来了一个新的车，应该是这辆吧，也不知道座位该怎么安排。其实也快到了，这个地方离瓦伦西亚已经不远了。So, sorry, you can sit anywhere you want. I mean, they said you're supposed to look for your own seat where you were seated before. So 16 and then the seat you have. Oh, really? Yeah. 啊 ，OK。我刚刚是16号车厢的1D，人在囧途，西班牙碰到这样的情况也是蛮有意思的。啊，这是16号车厢，貌似还是有位子的。几乎全车厢的人又重新上来了。我想说，怎么那一站下这么多人？大家就会把行李箱再得重新得放回去。虽然上车大家都坐好了，但是还没有开车。本来差不多1点10分就到了，现在已经1点钟了，还有一段距离。其实挺近了，离瓦伦西亚，但是还得估计差不多得1个小时吧，近1个小时的时间。车终于开了，不过有意思的是，换完车之后变成往后开了，要返回巴塞罗那，应该不会吧？哦，还好，看了一下地图，应该是朝着瓦伦西亚走的。飞机有时候会有那种半路返航，直接回到原机场的情况，我想火车应该不至于吧。现在翻手机，我发现他们发了一个邮件过来，但是写的西语，我还以为是一般的什么促销信息，就没管。然后刚刚我把这个翻译了一下，我发现人家其实已经邮件告知了，而且还写的挺清楚的。看起来马上应该快要到了，还好没有延误特别久。Próxima estación, Valencia, Estación del Norte. Ladies and gentlemen. Next station, Valencia, Estación del Norte. 听起来它应该有3语的播报，一个是西班牙语，还有一个是加泰罗尼亚语，还有一个是英语。终于到了，下车了呀！很多人都是从这站下的，应该也是西班牙第3大城市了，所以来的人应该也是比较多。
看起来瓦伦西亚火车站还在施工啊，不用刷票，直接出来就行，直接走出来就行。挺有当地特色的，它底下是木质的，上面有这个贴的瓷片。然后瓦伦西亚他们好像是有2个火车站，这边是火车北站，然后呢是在市区的，也是老的火车站，所以周边就会比较热闹，到景点或者酒店去都比较方便一些。好像还有另外一个新的那个火车站，稍微远一点点，离这个地方。左手边圆圆的那个就是斗牛场。据说好像现在一般是没有表，刚好来的这几天是他们瓦伦西亚非常盛大的法雅节，所以整个城市会比较热闹一些。1点48到达，虽然说晚点了半小时，但是2点钟这个城市用盛大的烟火来欢迎我。查了一下，到酒店的话步行30分钟。如果今天没有行李的话呢，作为步行期的好送，好歹也是要走一走，刚好可以穿过他们其实主要的街区。但是今天因为有一个大的行李箱，还是坐个公车去吧，就不挑战步行了。公车好像也是一站直达，还挺方便的，直接坐公车吧。走了挺长一段路了，然后还没坐到巴士。然后刚刚那个人说，你要坐巴士的话，得跨过2个路口到另外那条街上去坐。今天真的是，你说这是运气好呢，还是运气不好呢？而且可能因为过节，你看这车站特别多的人，我觉得我坐公车都不一定能挤得上去，很多人在排队啊。真不如打车了，还是说非得逼着我要走过去啊？现在已经只剩1.2公里了，17分钟，照平时早都走了，但是真是拿着行李箱，而且我发现这路口打车也打不到，前面那俩男的刚一路都在打车，我刚才他们俩跟我一起走的，现在在路口打了半天，他们也没打到车，我妥协了。走过去吧。1, 2, 3. 终于到了，真是不容易啊！他们这城市中间种了很多的这种棕榈树，就会有一些这种热带的风情。终于到了，啊！这房间就是诺福特，属于稍微商务型的感觉。然后昨天那个 EB Style 稍微有点年轻的、时尚的这种氛围。我跟他说，稍微可以帮我选一个稍微高一点的房间，我可以看一下这个风景。浴室，然后旁边是洗脸池。连电梯里头都装饰起来了，庆祝他们的这个玛雅节。然后这是烟花盛放时候的样子。这个酒店比较方便的点是在于，他们旁边就是一个很大的超市，然后后面是一个购物广场。我得赶紧去吃点东西。今天早餐吃了之后，中午在火车上，然后又延误，只吃了2个甜甜圈。现在4点了，差不多，真的有点饿了。选了半天，竟然选了一个意大利餐厅，我也就没仔细看，想说，哎，这家店看起来不错，然后就进来了。结果是意大利餐厅，环境挺漂亮的。点了一个，这应该是意大利的炸饺子吧，前菜，味道还可以，挺酥脆的。这是海鲜意大利面。说实话，这种稍微宽一点点的面啊，这个口感咬起来真的有点像我们陕西的那个手擀面的味道。不过有一说一，他们这个面的味道
调味真的非常好，很好吃。比我第一天在巴塞罗那去吃那个意面好吃太多，那一家真的太咸了，这个味道真的很棒。一顿饭3个东西25块2欧元，光看欧元还好，然后我刷卡它选的日币4900啊，真的贵啊。然后它这边应该可以直接通到地铁站的，现在打算坐地铁去市区逛一下。这有单次票，然后呢10次票、24小时票、48小时票。感觉画了飞机符号的话，应该就是可以去机场的；没有画应该是去不了，因为我回头要从这边坐飞机离开，所以还是得要去机场的。13块7。车来，哇，怎么这么多人？塞得满满当当，哇，好多人啊！这塞得满满当，感觉都上不去，全是人，太恐怖了，完全上不去。算了，实在是上不去，挤不上去，等下一辆吧。坐了一站，这一站是换乘车站，所以人很多。今天真的是凑热闹了，哇！这下班的时间，高峰时段人特别多。他们这种也就是3条线并线的车站，所以这个站的话，它有可能会有这3条线的车，3、5、9都可能会在这儿出现，所以就要看清楚来的这是几号线。我记得以前上海地铁3号和4号线也是有这种并线的情况。顶上写了这是9号线，所以感觉9号线人就很少。刚刚的那辆车就人特别多，转了一趟地铁，但其实只坐了3站，距离挺近的。这站应该是比较靠近市中心的地方。他们这边我觉得应该是早晚温差比较大，中午特别热，穿短袖完全没问题。现在感觉开始又变冷了，有点凉。人真的是蛮多的，应该真的是因为下班时间，所以大家都出来。很多下班的人哦，好几只狗狗。我怎么感觉瓦伦西亚好像比起巴塞罗那更松弛一点的这种氛围，而且看起来好像大家都穿着都比较随意，没有特别讲究，相对来说更生活化一点。这座建筑应该是他们的国家瓷器博物馆，看起来外观都挺华丽的。前面应该逐渐接近老城中心的地方，前方有一座钟塔，这个呢据说也可以上去的，但是现在估计有点晚了。然后面前这个就是他们比较著名的中心广场，然后广场的对面就是瓦伦西亚的主教座堂，然后高高的那个塔呢叫米格莱特塔，这个塔好像也可以上去参观的。但是现在估计也是有点晚了，明天再来吧。这个好像感觉在很多地方都看到过这种表演，好像要从这些人的身上飞过去吧。感觉在很多地方其实都看过这样的表演。这个广场的氛围感觉挺轻松舒适的，很悠闲，大家都很自在。这里就是瓦伦西亚主教座堂。你看过圣家堂之后，真的就会体会到大家说的那句话：教堂有很多个，但圣家堂只有一个，真的不一样。这是水务法庭，据说以前人们常常因为水务
灌溉水的问题发生纠纷，然后呢走上法庭，所以这个叫水务法庭。但是现在好像这个法庭还在用，每周4会有一场庭审，据说。水务法庭旁边还有一个小教堂，整个教堂、钟塔、水务法庭，然后还有小教堂都是连在一起的。这里是老城另外一个特别有名的地方，叫圣母广场。然后它这个广场上有一个喷泉，很多人都会到这儿来拍拍照。现在因为刚好是他们的这个法雅节，所以他们在这个圣母广场上搭了一个，据说这个叫圣母花墙。现在只是木质的这个结构已经搭好了，但是据说会在这个木架上插满鲜花，就在最近的这一段节日的时候。从这个角度，真的是老城的建筑尽收眼底。蓝色当中带了一些这种晕染开的红色，真的还挺特别的颜色。因为海鲜烩饭其实是瓦伦西亚发源的，所以他们这个有卖这个海鲜烩饭的锅，应该是海鲜烩饭的锅，从大到小各种型号都有。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是，瓦伦西亚这边我刚去了大概有4家纪念品店，像眼前的这家也是，全部是中国人开的店。为什么觉得有意思？是因为在其他城市，欧洲城市，我看到的那个卖纪念品的几乎全都是中东人或者是印度人开的店，尤其巴塞罗那，我看一下，基本上都是印度或中东的。但这个地方全都是中国人开的店，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家也是中国人开的，真的是全城的纪念品店都是中国人开的。今天又是好天气啊，很棒。今天的早饭比昨天稍微的选择更多一些，然后它有这个西班牙火腿，挺多的，感觉挺受欢迎的，尝尝看吧。今天可以坐巴士出门了。远处应该也能看到，这边是瓦伦西亚的科学艺术城，也是他们城市内非常著名的一个景观带吧，也不能讲景观带，就是它有一系列的设施，代表这个城市的现代的发展、未来的发展。所以瓦伦西亚其实是一个现代和古典传统融合的非常典型的一个城市。它这个地方原本确实是一条河道，但是后来好像因为那个洪水泛滥，政府把河道改到城市外侧去了，所以这个河道呢就空出来了。在河道的最东端的这个地方，当地政府就建了这样的一个充满未来感的现代化的一个设施，一系列的设施在这个地方。很多学生也会来这边课外活动的，因为这边它的这个设施主要是关注科技和艺术，所以有什么天文馆呢、科学馆呢，还有什么水族馆，我觉得挺适合学生来学习的，课外学习的。然后这一区的这些设施建筑基本上都是以白色为主色调的，就显得比较有未来感，
好像据说很多的电影啊都是在这个地方取景的。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歌剧院其实还是有点像它那个骑自行车那种头盔的造型。远处的红色的字儿，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不是白色那个啊，远红色的，它写的是什么？伯克利瓦伦西亚，就是美国那个伯克利音乐学院的瓦伦西亚分校，它算是这个艺术歌剧院的一个附属设施。然后旁边这个建筑，大家看觉得像什么？它是这个鲸鱼的骨架的造型，然后它是科学馆。学生们好悠闲啊，已经躺在这儿了，跟以前上学去参观那种科技馆、博物馆一样。今天他们的这个科学博物馆刚好有一个这个法雅小人展。这应该平时可能没有的，想说难得有这个机会来看一下。一个人是4欧，门票还行，不是特别贵，还是很有人气的，非常多人。终于进来了，这个呢叫法雅小人。什么是法雅小人呢？其实这个要从法雅节的来源说起。法雅节的话呢，其实是他们当初冬季结束之后，把悬挂油灯的木头烧掉，这样的一个仪式。后来人们在这个烧木头的时候觉得单调，给木头上戴了一些帽子啊，然后戴了一些这个手套什么的，做成这种人物的形象来焚烧。然后慢慢大家就开始把这个人物做得很精美，就像现在看到的这样，就变出了很多的这种法雅小人。其实这种焚烧的过程，也就是类似于中国的这种除旧迎新，然后涅槃重生的这样的一个寓意，重新的开始，新的一年的开始。然后呢，现在的这些法雅小人啊，它其实是各个团体法雅团体制作的。然后呢，他们通常都会有一些这种社会讽刺的意味，比如说像这个，这应该很明显吧？所以就是通常对社会的一些现象、一些人物、一些政客来进行讽刺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做出的这种小人。然后大家其实是一个竞争的过程。为什么竞争呢？就是这么多小人当中，只有投票最高的那一个可以免于被焚烧，剩下所有的小人在今年度法雅节的时候，也就是3月15号，应该全部都会烧掉。所以凡是来参观的人，他其实都是有一个投票权的，可以在参观结束的时候投票选出你最喜欢的，然后所有投票最高的那一个就是免于今年的焚烧，其他的全部都会被烧掉。虽然看不懂字儿，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就是在讽刺日本的游客的形象吧。传统日本游客的形象就是这样，不过这个有点过时了。欧洲人的眼中啊，日本游客的形象就是这样，戴个帽子，戴个相机，然后拍照。这个内裤的牌子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这个还挺有讽刺意味的。它底下有一段解释，我刚刚仔细的翻译看了一下，它就讽刺当今的这种网络的人设和实际现实的这种差距。网络的人设非常好，很甜蜜，很恩爱，然后或者是一个很好男人的形象，但实际上在现实中是一个杀妻的狂人。果然 Trump 还是大热门，有关他的这个形象很多啊。特朗普真的是全世界瞩目啊，太多他的形象了。这个作品其实也挺有意思的，这是全世界通用的，就是大家明明距离很近，还是要依赖网络进行交流，依赖手机进行交流，就现代人的这个手机依赖。小的感觉都挺可爱的，儿童制作的应该是。最里面这里还有一个海洋馆，据说这是欧洲最大的海洋馆。这个地方真的要认真逛的话，一整天的时间都不太够，我觉得。这应该是著名的西班牙油条，这个感觉在那个公园里面现在经常会买到的这个东西，也算是西班牙传统的小吃了。现在全部的人都已经聚集在这儿了，
这个如果每天中午都放的话，每天中午都这么多人，也是挺厉害的。所以这个法雅节的焰火，他们说不是在于看白天放，不是在于看，而是在于感受它的这个声响和震动，让人瞬间可以澎湃起来，就是感觉全城的人都来了，就是给一个让大家能够聚集、能够欢乐、开心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吧。结束之后，这满地狼藉啊！不过他们这效率倒是挺高的，立马这个扫地车就已经出场了，赶紧清洁。这地方就是他们的市政广场，市政大厅广场。刚刚放焰火就是在这个地方放的。这边应该是还有很多刚刚表演的人吧，穿着的这个他们的传统服饰。2026法雅节，瓦伦西亚他们这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人行道旁边的这个树啊，很多是橘子树。现在当然没有橘子了，等结满橘子的时候，应该挺漂亮的，挺有风情的。这也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很大的特色。这是全城各个地方都会有这种巨大的法雅人像。这个市政厅广场的地方，现在应该还在建设当中，头还没有放上去，应该是一个扛枪的士兵。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最大的一个。这里还有他们的一个中央市场，也算是市内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真的是快要关门了，3点钟关门的。稍微看一眼吧，主要是今天看那个焰火比较花时间，都收摊了，就是当地的菜市场。简单来讲的话，不过像这种酒吧应该不关门，还有很多人在这边喝酒。西班牙火腿，哦，这是海鲜烩饭吧？哦，这个不错，可以买一份尝尝看，不同的味道，这是鸡肉、海鲜的。收摊前买了一个海鲜烩饭。Please note that the central market will be closing shortly. For your convenience, we ask you to expedite your purchases. 中央市场关了，大家都坐在这个台阶上吃买来的食物。旅行结束的时候，我在想该怎么描述瓦伦西亚这座城市。的确不像是那种气势磅礴或经验高调的地方，不过很自在，也很放松。老城的古旧和沉淀多了一份宁静平淡的气质。科学艺术城又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流线型的未来感建筑在蓝天白云下，像是从科幻世界里走出来一般。运气好，刚好碰上了1年1度的法雅节，见识了整个城市的热闹气氛，欢乐的氛围感染着每一个人，也让人有了更多特别的回忆。期待下次可以再来看看传说中满城的橘子树和悠闲壮阔的海边。下一期将从瓦伦西亚回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这一次不只是转机，要特意停留2天，时隔10年来看看这座城市物价到底飙升了多少。感谢大家的观看，祝你有一个好心情，我们下期再见。